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安全的庇护所，整体结构全部用实木手工打造，里面的大小刚好可以躺进去一个人。当庇护所开始冒烟的时候，谁能想到这竟是阿德在这里建造出来的秘密小屋呢？14天初冬假期的到来，让阿德此时开心的像个孩子。他独自一人来到北部森林公园中挖出来一个坑，他要在这里建造一个秘密小屋，并且还要能抵御中伯利亚零下20度的低温天气。他知道地下的温度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，尤其是在一定深度之后，地下的温度会更为。现在的气温在零下18度左右，而夜晚来临时，森林会快速降温。阿德知道他需要加快他的建造速度。如果现在你所在的区域还在28度左右，就写在评论区这个声，我看哪里还能这么低。当内部空间大小确定之后，阿德躺了下去，他感觉尺寸刚刚好。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操作。为了解决庇护所内部通风的问题，他准备在屋顶上下功夫。他的屋顶不仅要能保证庇护所的恒温不流失，还要保证外面的空气可以正常流通。阿德首先找来了2根比较细的原木，斜插在屋顶框架上面，然后用钉子进行固定。接下来，他找来了10公分的原木进行切割，锯成适合的大小。然后他把切割好的原木钉在向外45度斜角的框架上。这样的外开式结构可以让更多的热空气保留在庇护所内部，并且还可以让外面更多的空气。当多出来的原木被修平之后，眼前的这个浴缸是庇护所入口，就只差一个盖板。为了外观的立体性，阿德准备做一个棱角分明的盖子。他利用原木在两侧做出来立体式的框架，然后将木头像拼积木一样铺在上面。屋顶固定之后，再从背包里面拿出铁丝，把衔接处再次进行，让整体的框架更稳健。为了方便进出，阿德找到了一个梯子，庇护所。夜幕即将就要来临，现在的温度已经开始下降。阿德找来了一块铁皮，把铁皮做成了一个容器的形状，上面再留出来一个出风口。接下来，他到庇护所里面挖出来了一个洞，再把铁皮放入，接好上面的烟筒，一个通风的壁炉就制作完成了。当烟筒开始大量的冒着浓烟，小屋内部的温度也在上升，而阿德也要开始准备他今日的晚餐了。他把背包里面的肉串在了木签上面，然后放进了壁炉当中。由于肉块比较大，他做了一个固定装置。当肉的油脂被慢慢的烤出来之后，整个空间都弥漫着肉的焦香味。他把肉拿了出来，最上面的部分有一些烧焦了，不过这样味道更好。他在肉上面放了一些调料，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大口朵颐起来。饭后，他在壁炉旁给自己烧了一杯热水。屋内的温度上来之后，阿德的困意来袭。正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好像听到了一些声音，但查看过后，阿德没发现任何问题。然后他关上了门，准备在他亲手打造的安全秘密小屋里休息了。